海贼王里的人生忠告，千万不要欺负娜美。娜美作为路飞的第一位女性伙伴，早早奠定了重要地位，所以谁敢欺负娜美，无异于让路飞直接开挂。当年因为巴基和娜美抢钱，还拿刀威胁。虽然娜美路飞当时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伙伴，不过路飞已经认定了这个老婆，还是在娜美面前把巴基给揍飞了。事实证明，一个人可以屌到红发的面子一点不给，但不能狂到去欺负娜美。后来娜美的钱被勾结阿龙的老鼠上校给抢走了，阿龙也是成天吃饭睡觉虐娜美，娜美哭了，路飞脸黑了，带着哥几个就去找阿龙查价，并说出不许弄哭我的航海士那句豪迈语录。结局就是阿龙家没了，人废了，光荣的二进宫了，老鼠上校也被连带着暴锤了一顿。为什么说欺负娜美就等于让路飞开挂？在剧场版可是路飞的地盘，金狮子居然敢明抢娜美，他看上了娜美的身体，能感知气候的这一能力，想让他成为自己海贼团的航海士。为了保护伙伴们，娜美只能向金狮子卑躬屈膝。不过金狮子并没有怜香惜玉，后来对娜美进行了一系列的摧残，还将娜美钉在了冰天雪地里，真是把娜美折磨得够呛。金狮子的这波操作动了路飞的女人，让路飞怒气值爆表，也造就了路飞超帅超霸气的登场，直接闯入金狮子的老巢，正面硬刚，最终救出娜美，击败金狮子。和阿龙一样，金狮子也二进宫了。娜美当然不止这一次被虐得这么惨，在铁链果实能力者特雷杰那里也是如此。这哥们儿因为是铁链能力，喜欢玩各种捆绑，不仅是重点关照娜美，还把罗宾给绑了。在路飞面前这么虐待草帽团2大传花，路飞这哪受得了？最后不出意外被路飞一拳教做人，完蛋，这又给打傻一个。最后也是葬身在自己的执念中，因为在草帽团2位女生里，罗宾有果实能力，有一定的自保能力，而娜美就是脆皮还没有位移的法师，常常被敌人当作突破口，屡次被欺负也在所难免。因此不光是路飞，山治遇到娜美被欺负的情况更是绝不手软。在娜美被阿布萨罗姆玩弄时，甚至还想和娜美结婚，被心情复杂的山治给 KO 了，心想我还没排上号呢，哪轮得上你呀？而最近娜美被凯多手下的沃尔提打得头破血流，泪流满面，这是娜美被打得最惨的一次。尽管沃尔提对娜美进行了死亡威胁，让娜美说路飞不会成为海贼王，娜美虽然胆小，但还是坚守路飞一定会成为海贼王的信念，没有垮掉，还好被赶来的小玉救走。好，根据以往欺负娜美的定律，娜美这次被打得这么惨，这帮人就做好放学别走的觉悟吧。蠢萌天然呆达斯奇。达斯奇作为斯摩格的小跟班，索隆的热门 CP， 初登场于罗格镇，开局就展示了一手操作，秒了2个街溜子。他跟索隆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当索隆看到了长相酷似古伊娜的达斯奇后，吓得索隆虎躯一震，把达斯奇妹子的眼镜给捏碎了。索隆这边还没缓过神儿，达斯奇不愿意了，来吧，别愣着了，赔钱吧。于是把索隆带到海军基地打扫卫生。索隆呢还干得挺带劲儿，3脱流用的那也是出神入化。达斯奇作为一名女海军，跟缇娜、陶兔那种从内而外的御姐还不一样。虽然达斯奇内心是刚强不服输的那种，但是行事作风和长相上又是蠢萌的，属于那种心地善良、天然呆的妹子。再加上2年后达斯奇变得比2年前更漂亮了，身材那也是变得更有立体感了。撒娇卖萌、撅嘴赌气，还一套一套的，这种可爱的人格魅力就会让人不怎么在意他的实力，更加喜欢他这个人。达斯奇早就成了索隆的热门 CP， 不光是他跟古伊娜长得很像，他和索隆一样都是个刀痴，随身携带一本名刀图鉴，只要一看到名刀，他就会立刻沉迷其中。在看到索隆的河道一文字的时候，还因为爆出了起码值1000万贝利的真实价格，搅黄了武器店老板的伎俩，从而被老板厌恶。在庞克哈萨德，达斯奇被索隆扛在肩上，突然看到了索隆腰上的黑刀秋水，前一秒还在索隆肩上无比羞涩，下一秒就立刻忘记了自己被索隆扛在肩上这回事儿。这时候的达斯奇已经成了G5支部的上校，并且会了霸气。相比于2年前，他的实力还是说不上有什么质的飞跃，但是达斯奇身上的那种正义感和责任感更加明显了。身为海军，面对罗、凯撒、维尔戈、莫奈这些强敌的时候，他也没有一丝退缩，而是上去硬刚，一顿操作美如画，一起跟斯摩格送了几次人头。不过为了救那些被当成实验品的孩子们，阻止维尔戈、凯撒的阴谋，达斯奇和斯摩格也放弃了海军所谓的面子，和罗路海贼同盟联手，帮助草帽一伙抓住了凯撒，并且将那些无辜的孩子们送回家。善良、正直、呆萌、有爱，是个对部下严厉的军人，也是个对孩子特别有爱的姐姐。女汉子的心，萌妹子的身，只能说达斯奇这种性格真的很讨喜。所以像上校达斯奇、少将缇娜、大将候补陶兔这些海军里巾帼不让须眉的新生代，会慢慢的将正义这种东西表达出更丰富的含义。遇到草帽团就破功的罗，红心海贼团船长，死亡外科医生，地之一族，原王下七武海，极恶世代超新星之一。
他这不光是头衔多，身上的纹身也多，不光是纹身多，粉丝也多。曾经在人气投票中力压索隆排名第2，索隆掉线重新连接后，罗也能高居第4，人气这一块拿捏的是没毛病。罗小时候的悲惨经历，相比于明哥有过之无不及。因为破铅病事件，罗的父母、妹妹、同学、老师全部都没了，直接就成了孤儿。从此，一个三好学生就有了报复社会的冲动，于是申请加入堂吉诃德家族。正好海贼慈善家明哥一直都有收养孤儿、培养成干部的爱好。明哥收容站前后收了100来个，不过克拉松本就知道明哥不是啥好人，来一个撵一个，最后这帮小孩撵的就剩巴法罗、Baby Five 和罗了。在明哥这里，罗跟着迪亚曼蒂、拉奥季、古拉迪乌斯学习各种格斗技巧，给罗的实力奠定了坚实基础。最搞的是，罗从明哥这里学的东西，后来全都用来对付明哥了。明哥属实气懵了，我靠，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货真价实的 Joker 无疑了。帽子作为罗的本命，在藤虎明哥面前，闪人不忘先闪帽，没有攻击，但侮辱性极强。罗之所以没有成为第2个明哥，最重要的是身边有个克拉松，克拉松带罗去治病，给他吃手术果实，牺牲自己照亮罗的前程。罗虽然一直都是那个爱搭不理的性格，但内心的善良和正义最终得以保留。所以罗这些年都在找机会扳倒明哥，为克拉松报仇。10几岁的时候，他结识了企鹅、虎鲸和贝波，成立了红心海贼团。2年前以出众的实力成了悬赏2亿的超新星。大事件前后的这些遭遇，不仅是他事业的转折点，也是罗自身的转折点，因为他认识了路飞。在顶上战争后，罗用100颗海贼的心脏换来了七武海。有了这个身份，也不能说是胡作非为，但也可以肆无忌惮，抓住凯撒，扳倒明哥，挑动凯多。罗的这一串计划步步为营，野心不小。最重要的是，顶上战争收尾阶段，在蒙奇 D 黄猿的掩护下，罗救了路飞一命。2年后，在庞克哈萨德，路飞罗相遇，罗是无所谓，路飞那可是无比激动。在罗的提议下，2人就结成了同盟。然后罗本人的转折点就来了。从小就从悲惨和恐惧中度过的罗，遇到了路飞这帮沙雕海贼团。罗哪见过这场面啊？罗在打打闹闹中显得格外手足无措，就仿佛是一匹桀骜不驯的孤狼误入了一群二哈的窝。罗内心的想法就是这样的：不发火吧，我这不羁的气质就破功了；发火吧，你别说，这帮人还真挺有意思。路飞和罗扳倒明哥之后，但凡跟草帽海贼团沾边的这些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全是这种性格。罗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喜欢这种感觉，但罗在这种氛围下却显得前所未有的开心。那些似乎被遗忘了的人，在海贼王里很多老人物不出现了，或者很少再出现了，大多是明确交代了归宿。比如小冯成了小1万之后人妖乐园的新主人，老沙的一部分手下改行经营起了咖啡店。不过还有一些人好像走着走着就丢了，当然这里不是说索隆，而是阿金。还记得阿金让山治转达的那一句，让我们在伟大航路再会吧。尾田一向对约定这件事看得很重要，比如路飞和红发、布鲁克和拉布，还有香波地的时候，基德对路飞说新世界再会吧。结果还真是，当时2人在戒网瘾中心度过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新年，而阿金却迟迟没有出现。阿金的这句约定可是堪比罗杰的遗言，掀起了一场堪比大航海时代的寻找阿金时代。这些年，阿金当过新晋海军大将，也成为过凌空六子，当过凯多口中的儿子大和，坐在过权力之巅的王之宝座上，也曾背负起天龙人少主的身份，也曾是早期革命军2把手。不吃饭的是阿金，不露脸的是阿金，戴面具的还是阿金。总之，万物皆可阿金。除了阿金，金狮子作为旧时代的海上霸主之一，在被路飞拖进剧场版一顿暴揍后，被海军重新抓捕。本来吧，金狮子的航海生涯就此终结也没什么问题。但不久之后，在顶上战争前，路飞、黑胡子等人先后大闹推进城，黑胡子更是在6层当了回皇帝，招贤纳士，大赦天下。而顶上战争后，海军也证实很多6层的囚犯都趁乱逃走了。世界政府为了面子将此事隐瞒。说起来，金狮子作为推进城史上第一个成功越狱的海贼，理论上这一次没有理由不出来。不过2进宫的金狮子在此后一直都没有出现，有没有出来也不确定，可以说是杳无音讯。难道这个旧时代的强者最终还是被彻底遗忘了？世界政府全军总帅冈谷空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且也没退休，但从顶上战争后露过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多年前战国当大将时，空已经是海军元帅了，实力自然是很强大，但大小会议都没他，隐约闻到了工具人的气息。还有一个人看似在被遗忘的边缘徘徊，但可能会有大动作，那就是老沙。自从顶上战争大放异彩后，行踪突然变得诡异了，每次登场都是在看报纸。新时代来临的时候，他在看报纸；明哥摊上事儿的时候，他在看报纸；路飞武皇了，他还在看报纸。但是报纸狂魔老沙可完全没从黑社会老大变成无公害的3好公民，
而是身边多了几个新伙伴，熟悉的装扮，不羁的笑容。既然2年后每个篇章都要漫不经心的点老沙一下，那看来是要搞点事情的节奏。吉尔玛66，还记得当年山治冒称自己是 Mr. 王子和老沙通话这一桥段，本以为山治当时只是随口编了个身份，我靠，没想到结婚事件和吉尔玛66的出现，山治还真是个货真价实的王子啊！吉尔玛66是吉尔玛王国的科学作战部队，而这支军队的统帅和这个国家的王族正是文斯莫克家族。其实与其说是科学作战部队，倒不如说吉尔玛66就是一个立足于北海的有文化的黑社会。而吉尔玛为什么在4海之内这么有名？它不仅是真实存在的组织，更是作为反派角色出现于《海贼王》里的世界经济报上一部叫《海上战士索拉》的连载漫画中。这部漫画在北海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像罗、霍金斯、德雷克都是海上战士索拉的忠实漫迷，大多数人都以为这只是一部漫画。然后这哥仨当时见到隐形黑真人时，整个人都傻了。霍金斯、德雷克直接就跪了，罗是原地做起了解说。在黑社会老大加治眼里，人不需要情感，无情的战争才是艺术。很多年前，他用楼下小黑贝加朋克的血统因子理论，带领科研团队玩起了生命复制和改造的高科技，5年就可以培养出一批成熟的士兵，而这些士兵都是些没有感情、货真价实的工具人，被造出来就是来当炮灰的。血统因子这种技术也被加治丧心病狂地用来改造自己的子女了。吉尔玛王国本身很奇葩，作为国家并没有自己的固定领土，而是凭借一艘母舰走南闯北。这艘母舰是由很多蜗牛战舰组装而成，分裂后又可以单独作战。那堆蜗牛战舰因为有超强的吸附能力，堪比是卡 bug， 可以翻越红土大陆。不过这也特别符合加治好战的性格，毕竟他可是薅过大将藤虎头发的男人。毕竟走到哪儿打到哪儿嘛。曾经还一口气统治过北海，有实力也就有了话语权。在被世界政府除名前，文斯莫克家族可以参加世界会议和修改悬赏令。山治的只许活捉悬赏令正是加治一个电话给办的。加治的几个子女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战斗服，同样也被血统因子改造过。理论上几个人都是从小就有超乎常人的体质，分别以0、1、2、3、4为其取名。但是因为山治是例外，他富有情感，小时候体质也是吊车尾，就成了加治和兄弟眼中的失败品。出于对家族的反感，那天小山治买的站票连夜跑路了。不算山治，吉尔玛66里最让人哇塞的那肯定是剧毒粉雷九姐姐了。开局送给路飞一个见面礼，做了女帝2年想做都不敢做的事儿。虽然雷九因为弟弟山治的事情很欣赏草帽一伙，但不得不说这操作让人目瞪口呆。还有就是雷九的变身，在登场没有多少集的情况下，就能在人气投票中排名第14位。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其实我喜欢雷九并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他的善良优雅。住口！无耻老贼！另外，长子是火花红衣制，次子是电击蓝泥制，四子是绞盘绿永制。这不禁让人想起当初在罗格镇的时候，乌索普喊山治，调皮的喊道以七己、逆己、丧己，也就是1制、2制、3制。没想到一语成谶 ，Mr. 王子和1、2、3制居然都是有意义的伏笔，牛批！虽然文斯莫克是北海数1数2的王族，但山治非常厌恶没有人情味的加治和几个兄弟。在蛋糕岛后拿到悬赏令，也是因为变成了文斯莫克山治，赏金大幅上涨，双膝跪地以表悲愤和羞耻之情，并且原地发誓，我山治就算被打死，死外面从这跳下去，也不用文斯莫克家族的隐形黑战斗服，死也不用。后来到了和之国澡堂，真香！哎呀，真香！哎呀，路飞几次罕见的用刀经历，在最新一集中，索隆顺利拿到研磨，迫不及待的给大家开箱测评，加上霸气，一个海岸就给消掉了。在之后的测评中，差不多就驯服了这把极品装备。另外，之前路飞从天狗山飞彻那里白嫖的，不，应该是明抢的2代鬼彻，也物归原主。除了索隆，路飞也一直对这种好装备有莫名的兴趣。而且当时路飞也能用见闻色感受到2代鬼彻的存在。当然，路飞显然不会玩刀，更不是对剑术痴迷，而是特别喜欢这种帅气并且能让自己变帅的炫酷装备。品级位列大快刀21弓的2代鬼彻，这也是能让索隆为之兴奋的一把刀。当索隆看到路飞手里的好刀，想拿过来看看，好声好气的表示我的手已经洗好了，可以摸一下吗？路飞果断拒绝，索隆瞬间馋哭。那边霍金斯把牌都洗好了，3人准备来盘斗地主。没想到这俩队友就先吵起来了，接下来和霍金斯开战，路飞开局直接把刀鞘给扔了，鼓舞士气嘛。路飞的士气是鼓起来了，索隆的心态是崩溃了。心在滴血的索隆看着败家船长的新招式狗摸狗摸挠之2代鬼彻拳，索隆就站在原地提心吊胆。路飞第一次玩刀可以追溯到7岁那年，在红发面前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当海贼，是个勇敢的男子汉，自己给自己戳了一刀，因此留下了眼下的这个伤疤。
虽然早早和刀结下缘分，但别人是有了武器，实力增强。路飞比较特殊，很多时候有了武器，反而还是个累赘。多年之后跟阿龙打，捡起来2把刀，朝着阿龙一顿乱挥。此时的山治呢，刚加入没多久，还以为路飞会玩刀，完蛋，路飞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伤害2.5，还不如一拳过去来的实在。要说路飞有没有把刀用好的时候，当然有。在恐怖3维船的时候，罗拉等人把一个海军剑术高手的影子塞进了路飞身体里，影子主人的力量和技能也就叠加到了路飞身上。一个娴熟帅气的拔刀斩，惊艳了众人，吓懵了自己。论路飞的正确使用方法，那就是给他不停的塞影子，由100个影子堆成的梦魇路飞直接开挂，再配上传说中的40米大刀，开了影子挂，打装着路飞影子的奥兹的时候，完全就是碾压局嘛，一刀就重创了奥兹，打的莫利亚也是头破血流。所以素有刀剑仇之称的路飞，只有在剑士附体的时候才会操作，否则别管路飞拿到什么好刀，最后都得用来打水漂。顶上战争最心累的赤犬，开战前3大将出场坐镇处刑台下方，赤犬作为3大将中的主将 C 位出战。开战之后，青雉和老黄出乎意料的一扫之前的懒散作风，争先恐后的跑上去跟白胡子对线。结果让赤犬莫名其妙的是，一个迷迷瞪瞪被白胡子锤下来，还顺便把内弯给冻结了。一个怎么看怎么像自己翻个跟头回来，连带把自家的墙给拱塌了的，而且还被乔兹钻了空子。乔兹得以用青雉的兵砸赤犬，海军这边直接梦幻开局，来了一套堪比反向抽烟自己烫自己的骚操作，气得赤犬直接开喷，一个个冲的挺猛，能打赢也好呀，打不赢家还差点被偷了。赤犬一招大喷火之旺旺碎冰冰，立竿见影化解危机。看来靠这帮人真没谱，还得是自己操作。随着赤犬的一波节奏，优势渐渐转向海军方。看到局势有所改变，赤犬还得忙着抓逃兵，配合战国玩离间计。路飞进场后，战场上暂时由青雉和老黄接管，然后老黄就开始秀了。一见到路飞，香波地那会儿一脚一个超新星的操作，突然就没了。放技能之前都得蓄力，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就是眼看技能马上就要放出来的时候，就会有人配合来救场。老黄直接顺理成章的空技能，当时能秒超新星的光速踢，不是往路飞队友怀里踢，就是有多远踢多远。等到赤犬回到战场，看到依旧活蹦乱跳的路飞，直接懵逼了，心想不是，等会儿我这出去没半小时也得20分钟了，你俩在这玩呢。为了防止路飞和赤犬直接对线，在路飞直面3大将的紧要关头时，如果被赤犬抓到，路飞死路一条。于是老黄先行一步，又把路飞给踢得远远的。看到心有不甘的赤犬，这回换青雉拦住赤犬，再次避免了赤犬与路飞对线，先一步放倒了路飞。在路飞面前呢，意味深长的提到了卡普，然后青雉那个用娴熟的见闻色提前元素化躲白胡子一刀的操作也没了，被赶来的小马一脚踢飞。那边的赤犬不仅要盯着路飞，还要挡着白胡子守护处刑台，虽然竭尽全力，但这怎么还越打越没优势了。直到黄猿偏把钥匙断，卡普铁拳瞄了边，战国一拳软绵绵，路飞成功救出艾斯。好了，这锅又甩给了赤犬，脏活累活赤犬是全干了，不仅没有功劳，还得挨揍。这边忙着挡慎平，背后卡普开启了队友伤害，提着铁拳就过来了。海贼海军都得罪了的赤犬，冒着被一拳干废的风险，还得去追慎平路飞。卡普是被摁住了，白胡子可没人摁呀，把所有的愤怒全撒在了赤犬身上。直到赤犬被白胡子打入裂缝中，开战前抢着上去干白胡子的青雉和黄猿，两人现在连个影都找不到了。到最后头破血流的赤犬就看着2个大招都没摁住的极地潜水号，什么话都不想说，只想静静的吃一顿一个人的年夜饭。青雉黄猿此时或许并不知道一旁的赤犬有多心累，但他们知道他俩这次放的水比眼前这片汪洋大海还多。顶上战争结束后，青雉和赤犬硬是打了10天，黄猿后来又请求一人出战和之国。赤犬就纳闷了，当年我差点被白胡子锤死的时候，你俩怎么就没这么刚过？纵观顶上战争，赤犬忙里忙外抓海贼抓逃兵，队友放海掉线挂机演员，眼看凭一己之力马上翻盘，还差点死在队友手里。全剧最心酸的人非赤犬莫属。索隆核心装备的升级历程。小时候被古伊娜打败了2001次的索隆，立志要苦练剑术，并告诉古伊娜，未来最强大剑豪不是你就是我。然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在海贼王里，有人能从1万米空岛跳下来头着地毫发无伤，也有人从楼梯上摔下来被强行领盒饭。因此索隆继承了古伊娜的河道一文字以及他的那一份意志，一起变强。品级位列大快刀21弓的河道一文字也成了索隆此生唯一一把不可替代的核心装备。长大后的索隆因为迷路找不到回村的路，被迫当了赏金猎人，再后来被路飞稀里糊涂的拐走了。此时的索隆另外2把刀只是普通的刀而已，所以在和未来师傅鹰眼对决的时候，被无上大快刀12弓之一的黑刀叶
如同带鱼一样斩碎成好几段。但大快刀21弓的河道一文字完好无缺，果然是好装备。这也意味着玩3刀流的索隆必须要找2把好刀，不然7步成不了好诗，转身还不认路。可是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于是，在罗格镇为了买刀，被迫接受了娜美放的高利贷。这里可以看出，索隆绝对是顾家的好男人，有钱也不乱花。咱能靠本事白嫖，那绝对不靠女生掏腰包。老板心服口服，腰刀3代鬼彻和2块刀50弓之一的血走一并送上，3个耳钉，3把刀配3刀流，索隆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前期的核心3件套齐了，跟着路飞走南闯北，征战四方，立下汗马功劳。只是在逃离司法岛的时候，血走被秀恩上校用秀秀果实给腐蚀了，这把陪伴索隆走完阿拉巴斯坦、空岛、水之都、司法岛的装备就此终结，后被索隆埋葬，以示缅怀。在恐怖3维船埋葬血走之前，索隆和龙马对决，得到了和之国斩龙武士龙马的认可，获赠黑刀秋水。因为当年收尸大队队长兼摸金校尉莫利亚被凯多虐了，气急败坏，打包带走了大批尸体和东西，龙马的尸骨和秋水也在其中。秋水和河道一文字一样，位列大快刀21弓，而且索隆拿到的时候，已经是被龙马千锤百炼成了坚硬无比的黑刀，等于是装备属性基本都点满了。索隆的实力也随之增强，加上在鹰眼那里面试通过拿到 offer， 苦练1星期，找路近2年，把秋水玩得极其娴熟。2年后头巾一绑，小施一念，霸气一开，战无不胜。令索隆没想到的是，在和之国秋水被偷了，不过秋水作为和之国国宝，还回去也是合情合理。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一起来的还有桃花运。在和光月日和建立了纯洁的友谊后，日和提出用父亲光月玉田的研磨抹去索隆痛失身体，不是痛失秋水的遗憾。大快刀21弓的研磨是比3代鬼彻还要难驯服的刀，会吸收并擅自释放使用者的霸气，能砍断海岸的斩击，更不是一般人能控制的。而这把刀仿佛就是等着索隆来了，索隆很快便适应了傲娇的研磨。还有一把刀，名刀鼻兰，可以在一把刀上召唤出一个长鼻子大神 buff， 极具威慑力，因此被人称之为仅此一把的无上大快刀。但必须靠海楼石的联动作用才能获得，耐久度有限，耐久度为0时便会损失一位伙伴，所以索隆只舍得用过1次。海贼王里那些大佬小时候的样子，海贼王里的一大特色就是很多大佬都有相当完整的人生经历和童年状态。首先罗杰海贼团里有2个小可爱，红太狼和巴基次郎，2位也是如今大海上响当当的四皇。巴基和小时候的变化不是很大，红发外在变化比较大，当年的他还没有后来的冷峻和霸气，更多的还孩童时期的可爱单纯。罗杰团还有2个宠物，猫蝮蛇和犬蓝，他俩如今虽然是佐屋的2位老大，当初被玉田救了的时候，差点和小时候的和松一起，他仨被人当怪物烧死，看起来也是挺可怜的。后来跟随玉田从白团偷渡到罗杰团的时候，就大了许多了。白胡子海贼团，马尔科虽然是船医，但他小时候在画海图，看起来非常好学且全能。小时候的乔兹块头就很大了，经常在街上偷东西解决生存问题，别人还拿他没办法，因为他跑得太快了。这个在后来顶上战争中也有表现。双刀流剑士比斯塔从小开始练习剑术，练习的也是西洋刀，不过那会儿还是1刀流。乙藏出生在舞蹈世家，家道中落后，只能和弟弟菊之城在大街上跳舞维持生计，忍受过许多冷眼。出生在混乱国度的白胡子，小时候已经是孩子王了，靠着体魄和实力缴获了许多武器、财宝，甚至还有玩具。唐吉诃德家族，明哥团的人大多童年时期都挺惨的，明哥自己不用多说，这里面大多数人脸上都挂着彩，不是刚揍了别人，就是刚被别人揍了。尤其是乔拉，看着就能联想到一个从小热爱画画的孩子，逐渐被现实打败，无奈去当海贼的辛酸故事。猿王下七武海，小时候的慎平就已经开始刻苦练习愚人空手道了。慎平也是愚人街混出来的，经常是遍体鳞伤。鹰眼也是自幼练习剑术，那时就已经拥有樱木般锐利的眼神。莫利亚小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僵尸玩偶，并且开心的将其肢解，看来莫利亚这个恶趣味打小就有。女帝小时候显得有些呆呆的可爱，颜值方面也从小底子就可以。老沙是这里面打扮的最板正的，而且小时候的老沙长相很清秀，说老沙是女儿身也不是不敢相信。熊小时候手里的书还不是圣经，而是一本单词本，砍柴的路上也不忘看书。明哥小时候就已经展露放荡不羁的气质了，这一看大概就是刚刚查价回来。小时候的黑胡子看起来好像也是有什么委屈，不过他确实拥有不用睡觉的神奇体质。超新星小时候表现出来的特质几乎也就是他们今后的走向了。阿普音乐家，罗医生，基拉喜欢吃意大利面，德雷克的父亲是一名原海军，贝基的黑帮爱好，霍半仙的塔罗牌，波尼从小就能吃，基德的机械玩具，乌尔基留着和尚头。海军本部，路飞的气质无疑就继承了爷爷卡普。小时候的卡普一手拿铁管，一手扛宝箱，骑着一只老虎，他俩头上还各有一个包。战国小时候好像就有了统帅气质，从小就是爆炸头，显得非常老成。然后三大将，黄猿从小看起来就是个乐天派，但他非常好学，是个学霸，后来担任了海军科学部队统帅。
赤犬戴着正义的帽子，拿着刀，似乎刚经历过战斗，小时候应该就对海贼苦大仇深了。青雉也非常落魄，小年纪就背起了行囊，拿着酒到处流浪了。莫利亚海贼团，霍古巴克也是从小就展现了医学上的天赋。阿布萨罗姆小时候非常瘦弱，想要变成像狮子一样强壮，结果后来他就变成了强壮的缝合怪。辛朵利生前是一个舞台明星，看来他很小的时候就在舞台上表演了。佩罗娜小时候也是非常可爱，那会儿的库马西还是只真正的活的宠物。草帽大船团，这里面最搞笑的就是巴托洛米奥，他小时候好傻，不过巴托手里拿着一个中奖的签儿，原来他从小的运气就爆棚。然后就是熟悉的草帽海贼团，在一张大彩页上有过草帽团成员和自己小时候的对比，很特别。里面的他们自然也是非常可爱，不过小时候最可爱的感觉是罗宾，安静机灵懂事还有点呆呆的，所以海贼王里对很多人的童年进行补充，堪比强迫症一样的存在。但看习惯了他们长大的模样，这种小补充也挺有意思的。六世强者恐怖如斯。17年前，一个世界政府的加盟国遭到海贼入侵，500名国王军被俘，成为人质。世界政府派陆奇解决此事。海贼们因为手握大量人质而底气满满。陆奇到了关押人质的仓库，将这500名士兵人质全部杀死，随后又解决掉了闻讯而来的海贼头目，快速平息了事端。这操作突然有萨卡年夜饭司机那味儿了。这件事也是年仅13岁的陆奇能正式进入 CP9 的直接原因。至于灭掉人质这个做法是上级的意思，还是陆奇的个人意愿，应该是都有。因为事后陆奇也撂下一句，这么弱小的士兵没有生存的权利，弱是原罪。突然有克洛克555开达尔那味儿了。陆奇更像是一些人的结合体，而他贯彻的理念是崇尚必要的恶，奉行黑暗的正义。听起来很凶残，不过陆奇包括 CP9 的其他人也不是只有凶残的一面。司法岛战败后， CP9 逃亡到了一个叫春之女王镇的地方，为了给陆奇治疗， CP9 的几个人杂耍卖艺，凭本事吃饭，攒了不少钱。陆奇醒来后可以看到，他和伙伴们对于任务范畴之外对自己有恩的人表达出的是前所未有的温和，甚至帮民众灭了来烧杀抢掠的唐国海贼团。但是因为用力过猛，陆奇把对面的海贼老大给搞死了。之后他们离开了这里。陆奇被称为 CP9 史上最强的冷酷杀戮兵器，也被人认为是 CP9 800年来最强者，其业务能力和天赋都很强。3个字描述就是稳准狠。稳，性格沉稳，办事稳。23到28岁5年的美好年华，去了水之都当了卧底，但还能沉得住气，不露马脚，每天敲钉子锯木头。尽管体术上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但在测试倒立直的时候，4000甩23名卡库加布拉近1倍，也让猫头鹰颇为震惊。相当牛批的是，陆奇为了在冰山身边更好的当卧底，还顺便把造船技术学到了专业等级。为了任务尽职尽责还不够，还得多才多艺，啥都得学得会。卧底是绝对的技术活，他和卡库也是做到了卡雷拉公司的工头。陆奇最得意的除了动物系猫果实豹形态，就是那出神入化的6式了，两者配合，战斗力强悍。尤其是那一招准到真指哪打哪的指枪，让路飞吃尽苦头。当然路飞的橡胶体质，在面对陆奇的各种6式的时候，陆奇也懵逼，怎么捅都捅不死，怎么怼都怼不死。最后就看两人谁先把对方号躺下。陆奇表示，你橡胶有锁血挂，谁还不会个锁血啊？铁块一开，好了，被路飞给突突的蒙圈了。2年后，陆奇成为 CP0 的长官，身边有卡库，其他人不知去向。世界会议期间，打飞老蔡和雷欧，狂热行动一招拦脚，把老八掉落的一只手臂给踢碎了。不当卧底后，战力上是感觉比以前强了，主要是陆奇怼赤犬就很亮了。所以陆奇为了完成任务和指令，不择手段，而且不怕得罪人。在那5个老头子的眼里，陆奇这样的堪称是模范员工了，跟谁都能攀点关系的巴基。巴基因为曾经当过罗杰的船员，有这么一段渊源，所以虽然巴基每次登场都自带搞笑属性，但名声却可以做到大佬皆知的境界。在红发会见白胡子的时候，白胡子提到了罗杰、卡普、战国以及曾经和红发 PK 的鹰眼，没想到白胡子居然还记得那个红鼻子小鬼巴基，20-30年了还能和其他这些大佬停留在白胡子的记忆里，巴基真是想低调都不行啊！并且巴基跟新旧时代的一些人都有联系，除了被白胡子牢记，以前跟红发是搭档，后来巴基在伟大航路还遇到过艾斯，再后来还和路飞一起并肩作战过。好家伙，对巴基来说这都没外人啊，跟谁都能攀点关系。当时路飞虽然知道红发巴基认识，但还并不清楚红发巴基以前是在罗杰的船上。直到雷利感慨万千，追忆往昔，路飞恍然之余，曾经和巴基见过面的娜美和索隆更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了那个街溜子居然是罗杰船员的事实。而一心寻宝的巴基并不愿意透露自己以前是罗杰船上的人，尤其是不愿意被海军盯上。
但是顶上战争期间，海军除了通报艾斯是罗杰的儿子，路飞是龙的儿子外，还通报了巴基曾经是罗杰船员，以及和红发称兄道弟的事情。巴基内心慌的一批，但他身边不明真相的吃瓜小弟那是顶礼膜拜啊。而后来巴基也无意间证明了自己的资历，被四皇白胡子认了出来，和四皇红发勾肩搭背。巴基先后对两人出言不逊。有意思的是，路飞每次遇到新的大佬，一旦有人认出了他的草帽，路飞都会很激动地问：“你也认识香克斯吗？”那提到香克斯，就八成会提到巴基，这在猫蝮蛇犬兰那里又攀上关系了。巴基的名字又出现了。除了红发巴基，当然他们也认识雷利，然后就一层关系一层关系的捋，这帮人直接开启了认亲大会。弗兰奇提到了师傅汤姆，罗杰他们的船正是汤姆造的。弗兰奇小时候也见过罗杰和玉田这些人。布鲁克提到了船医库洛卡斯，因为拉布在他那里，所以世界很大，世界也很小，攀着攀着都是熟人。说回巴基传奇的前半生，要说雷利是见证2代人称王的传奇人物，那巴基多年之后可以骄傲地说，他曾经跟2代海贼王并肩作战过，而这也堪称是一项传奇光辉的事迹吧。一个敢给，一个敢用。娜美和乌索普之所以被人称之为好闺蜜，不光是两人有孔同经，有死同装，娜美的天后棒也正是乌索普给的。不过天后棒一开始并不是什么用来打架的东西，而是一种宴会上活跃气氛的道具。娜美第一次使用天后棒在和老沙手下的波拉打的时候，各种沙雕操作是把波拉给看傻了，一会儿飞出来鸽子，一会儿弹出来一束花，一会儿出来一只恶作剧拳头，闹了半天才知道说明书上说这只是宴会上使用的方法。气的娜美如果乌索普在场，恨不得当场掰断乌索普的鼻子。反正这破东西是把娜美给坑惨了。不过娜美紧接着还真用出了连乌索普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些功能，比如海市蜃楼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发出来了，但这个时候只能分出来一个。后来到了空岛，知道了有空岛贝这种东西，有制造云的云贝，储存能量并释放的冲击贝等等。乌索普可以说是空贝作战的集大成者，而天后棒也得以用空贝进行了强化。在决战司法岛之前，娜美亮出了完全版天后棒，另外3节顶端部分分别有一个球形封贝。初代的天后棒是个半成品，冷热电气炮还发挥不出威力。改造之后，到了司法岛，娜美已经可以快速释放气炮，形成各种小范围气候了，并且海市蜃楼可以分出多个体型不一的娜美，玩的已经得心应手了，也用此击败了卡利法。2年修炼期间，娜美在小空岛维沙利亚利用气象科学继续改进天后棒，这一版本为魔法天后棒，造型上简洁许多，没有了之前前端的圆球，和初代比较相似，不过没有了最开始的孔，但是有了更多的新技能，威力比之前还大得多。后来魔法天后棒又迎来了一次升级，乌索普用 Purple Green 的生长力和弗兰奇的加工改进，并组装了娜美从维沙利亚带来的装置，升级成为了全新魔法天后棒，可以根据力道的大小自由操控长度，比之前更灵活了。对于擅长玩棍的娜美来说，这一次改造当然是让她满心欢喜，距离成为孙悟空还差一朵云。乌索普还妄想跟娜美要材料费，简直是天方夜谭。天后棒的威力还不仅于此，如果能让一样东西臣服于自己，其威力会大大增强，那就是雷云宙斯。而宙斯也是个逗逼，因为贪吃居然会被娜美的电气炮诱拐，并且让人当枪使。稀里糊涂的宙斯让大妈稀里糊涂的遭了一顿雷劈，确实好用。平时宙斯可以藏在天后棒里，而天后棒平时可以藏在……反正这2样东西简直是为娜美量身定做的呀。而目前对娜美来说，宙斯就是个过期的体验卡，但是罗现在已经控制住了宙斯，之后能不能永久忽悠过来，那就看本事了。海贼王里那些奇奇怪怪的坑，海贼王剧情已经走过大半，留下的坑有填上的，也有还没填上的，其中也不乏有特别奇怪的坑。第一，老沙以前是不是女的？或者说小伊万手里关于老沙的把柄到底是个啥？老沙在顶上战争的表现可以说是把海贼海军两边的大佬都得罪了一个遍。就老沙这个狼面性格，居然被小伊万一句我有你的一个秘密给吓得直接气质上就怂了。小伊万荷尔蒙果实其中一个有意思的能力就是能男变女，女变男，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老沙以前难道是被伊万科夫做过什么手术？而938话的扉页中，标题女人的秘密之下的扉页人物正是老沙。当然扉页和本话标题一贯没有什么关联，不过这种微妙的组合总会激发人的想象力。还有动漫第0话，罗杰被行刑前，明哥、鹰眼、莫利亚、龙等人都在场，都给出了当时的容貌，但唯独老沙只留了背影。动漫970集又重现了这个场景，前几个人一如既往的露出了脸，但又是唯独只放了老沙的一个背影。难道神秘的老沙真的有什么秘密？如果并不是关于女人的秘密，又或是其他秘密，总之尾田目前并没有想填这个坑的意思。当然尾田也画过女版老沙，
看起来还挺不错。第二，索隆的眼睛到底是怎么瞎的？2年修炼归来，索隆莫名其妙的少了一只眼睛。剧情过了这么久，别说能不能开眼了，就连眼睛上的疤痕怎么来的也还只是个谜。可能尾田只是觉得索隆这么个造型更像狼灭了吧，所以就衍生出了这么一个梗：鹰眼告诉索隆，闭上一只眼就会少一半的敌人。然后门外的藤虎听见了，就会发现这俩人加起来4把刀，但只能凑出来一只眼睛。第三，红发的胳膊，这个现在看来可以说是开局最大的坑了。一个会霸王色的红发，居然会被后来让新手村路飞一拳秒了的近海王给咬掉了一只胳膊。据说这也不是尾田的本意，当初海贼王预期是个中短篇，所以编辑觉得开篇这样搞更有看点，确实是挺感人的。但海贼王大火，后面为了填这个坑，尾田真没办法了，干脆就让红发跟白胡子说他把这只手臂堵在了新时代。因为有强行填坑的意思，所以又衍生出了一些梗，比如卡尔也把自己的一个腰子堵在了新时代。第四，罗宾的肤色变化，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动画组的锅，动画组一开始给搞错了颜色，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自己挖坑自己填，就安排了一个推销员给罗宾推销能变白 Q 弹的滑溜溜肥皂，再加上后来正好罗宾在大雪纷飞的劳动王国待了一段时间，顺理成章的变白了，倒也说得过去。娜美的18项技能啥都会一点，小贼猫娜美偷拐抢骗吃喝嫖赌文术理化经管剑推是样样精通。第一，意想不到的酒量，索隆和娜美是草帽团的酒仙和酒圣，在威士忌山峰的时候，那些赏金猎人原本是想把草帽一伙灌醉并缉拿，结果索隆车轮战喝倒了13个，娜美已经站到第15个了，两人看似最后都醉了，其实都是装的，他俩如果拼酒，那真是酒逢对手胜负难料。第二，美味且要收费的厨艺，船上目前展示过厨艺的有山治、娜美、乌索普、路飞。娜美虽然比不过专业厨师山治，但是烹饪的家常小菜非常美味。对于不会的，娜美当时依照山治留下来的菜谱，也是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做出了鱼肉料理。看着之前吃了剧毒鱼皮倒地不起的路飞，乔巴含泪吃下3大碗。第三，低调的赌王，在601话的扉页中，娜美和欺诈鸟在赌场比试，娜美的身前已经堆积了大量筹码，赢得盆满钵满，赢得对面怀疑鸟声。跟娜美提钱和玩心思，兄弟们的路还是走窄了。第四，高超的偷术，在动漫中，娜美第一次登场就在偷东西，8年的时间，从海贼手里偷来大约1亿贝利。要说他的偷术是什么水平，在政府谍报特工 CP9 未取身上偷到钥匙，用天后棒的海市蜃楼，在新鱼人海贼团的众目睽睽下偷出解救人质的钥匙和天龙人的书信。第五，游刃有余的公关学，这里面包括杀红眼的杀价能力，能免费当然最好，一折是对这家店最大的容忍和尊重。还包括强势的谈判技巧，在奸商面前，娜美绝对不会吃亏，将原本定为1亿的财宝搬到了3亿以上。吃喝嫖赌，娜美每样都会，当然嫖是白嫖的嫖。第六，优秀的财宝鉴定官，通过品质和数量等标准，娜美看一眼就可以估算出一堆财宝的价值。第七，谁看谁迷糊的演技，或者说是骗术。漫画中，娜美第一次登场是在假装一个遇了海难的可怜姑娘，反手就把巴基的手下给忽悠了，把船和钱都卷跑了。在小空岛的时候也是把几个老头耍得团团转，稳稳拿捏。第八，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娜美堪称是草帽团的地下船长，路飞、索隆这俩最难管的，都要因为各种理由服从娜美。不光是用勒索和暴力，娜美让索隆去跟着被换了身体的山治，达到了完美制衡。娜美也是靠头脑的。第九，精打细算的理财头脑，除了负责分配大伙的零用钱，管理杂货，分配开销，还会放高利贷，强买强卖。早期是专坑索隆，后来有了幸福之泉，10万贝利每人每次。第10，超乎常人的驾驶技术，绝大多数人需要训练10年才能熟练掌握的威霸，娜美上手就会了。第11，天赋异禀的气象学才能，娜美可以用身体感受和预测天气，即使发烧也不太影响这种敏锐的感知。在小空岛的2年进修，对气象科学更是了如指掌，更能灵活地利用气象去战斗。第12，运筹帷幄的海洋学才能，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娜美配合气象学决断海洋动向，可以下达正确的航行指令，甚凭弗兰奇娜美配合，可以让桑尼号发挥出最强大的性能。第13，轻车熟路的地理学才能，每到一个地方，娜美除了负责勘测岛屿，在阿龙那里画了8年的海图，基本功没得说。第14，牛顿甘拜下风的物理学天才，在草帽团上空岛的时候，船马上就会被海流给掀翻时，利用了地热和蒸汽爆发产生的上升气流，配合冲天海流飞上了空岛。第15，写航海日志的文学功底，娜美一直有这个习惯，上面除了日常航海，还记载了草帽团的冒险和战斗经历。当时被布鲁克看到了，布鲁克表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震撼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第16，粗中有细的美术才能，要说细可以细到绘制出精致的海图，要说简可以画出卡哇伊的简笔画。
第17，信息整合和灵机一动的综合推理能力。在空岛，娜美察觉这座岛似曾相识，推断另一半加亚岛不是沉入海底，而是因为冲天海流飞上了天空。又根据诺兰度日志中我在骷髅的右眼中看到了黄金这句话，结合之前的资料绘制还原出了400年前的加亚岛全貌，断定黄金乡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就在这儿。在很早的 SBS 中，尾田也说过，娜美是海贼王中最聪明的几个人之一。第18，迷惑的体术。娜美战斗时属于技巧型选手，以智慧和敏捷的身法取胜，但一到了船上就变成小卡普，橡胶骨头也能一拳打出肿包，铁男硬汉也被治得没脾气，甚至还熟练用出了6式 T。 体术这一块能屈能伸，有柔有刚，所以说娜美艺多不压身，啥都会一点。娜美和老头们的缘分。娜美这一路上跟不少老爷爷结下过奇妙缘分。早在可可西亚村的时候，一个老医生给索隆他们治疗后，又给娜美处理手臂上的伤口和刺青。只不过看得出来，娜美还真没把这老头当外人啊。而这个老爷子可以说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稳，并且老爷子多才多艺，干得了医生的活，也做得了纹身师的事儿，给娜美弄了现在的这个刺青。在山羊岛，娜美跟钱尼老头下棋，结果把船给输进去了。还好棋牌高手罗宾出手挽回败局，不过路飞他们帮他干活，娜美哄他开心。虽然娜美的目的只是想套他的财宝，罗宾帮他按摩，草帽一伙帮他坚定了出海的梦想，老头也算是此生无憾了。在恐怖3维帆船期间，娜美被送到了一个僵尸老头这里。这个糟老头子是为阿布萨罗姆办事的，他的任务是要给娜美清洁和换一身婚纱，然后送去给阿布结婚。结果这个僵尸老头真的完成了这一次任务。随后阿布和昏迷中的娜美在教堂举办婚礼，结婚这一段属实是满满的恶趣味。然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老头垂涎娜美，就是金狮子。埃特沃尔海战是金狮子一辈子的心理阴影，或许是从那以后他对天气和航海尤为看重。虽然金狮子有着天气预测团队，但他更想要一个对天气敏感的天才航海士，所以金狮子指名道姓直接就想要精通航海术的娜美，将娜美掳走，跟路飞抢人，而且还在剧场版里，所以金狮子下场很惨。2年修炼期间，娜美到了有好多老头在的小空岛维萨利亚。然而娜美刚到这里的时候，再一次在昏迷的时候被换了衣服。娜美在哈雷达这里也见识到了未曾见过的东西，比如风之节和云堂、气象船什么的。娜美有时候跟哈雷达外出，用气象科学帮助有困难的地区，这样让娜美对气象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当然小空岛上还有其他很多老头，但是他们对娜美偷走研究资料、气象球和挟持哈雷达的操作感到不满。不过娜美撒娇是很在行的，可能乌索普并不吃这一套，但这一招直接把空岛老头们给整迷糊了。娜美又撒娇卖萌，又是扬言跳岛，可把这群老头给忙坏了。最后反客为主，娜美完美拿捏这些人。要说娜美身边还有哪些老头，自家船上的不懂就问的布鲁克，布鲁克可没少主动或被动的在娜美这里得到好处。在联动番外篇中，娜美还遇到过龟仙人，龟仙人在这里还体会到了2年重聚时娜美对乌索普的待遇。布鲁克和龟仙人在这方面是非常相似的，可能布鲁克会更绅士一点，但结果都一样，被一脚踢飞。为什么娜美值得被喜欢？娜美表面上是个财迷，实际上的确也是个财迷。不过娜美爱钱，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不吝啬，把钱留给村子，送罗拉财宝。为了赎回凯米，甘愿花光船上所有的钱，答应护送薇薇回国。娜美张口就索要之后的10亿辛苦费，但真正解放了阿拉巴斯坦的时候，娜美放弃了10亿贝利，引得伙伴们一阵吐槽。那本来就不该要的呀。但对视钱如命的娜美来说，能让她放弃一大笔钱，是因为娜美心中一直有着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娜美虽然有钱，但在过日子上却勤俭持家，每天一个让店主破产的小技巧，买一大堆衣服，争取1折买下来，能白嫖绝对不花钱，跟典当行老板施压，拆穿对方心机，1亿变3亿。对路飞这种拿着钱箱乱甩，开一场宴会干光1亿贝利，做一顿饭用光全部食材，2句话把到手的钱全送出去了的操作，娜美一向是从严处理。如果没有娜美制约，路飞作为船上存款最大的敌人，迟早是把自己卖了都不够赔的。所以理财过日子的娜美和无条件宠路飞的女帝可以说是2个大不同的类型。娜美表面上很胆小，实际上的确也很胆小，不过娜美一直都在努力，在这片大海上经常干架不能避免。娜美除了自己的航海术，她一直都想要变强，更多的帮助伙伴。早期在战斗方面，娜美甚至比乌索普更能称得上普通。也因为不想拖后腿，娜美让乌索普给自己弄一个武器来，天后棒加上娜美智商的加成，在伙伴最危险的时候，娜美总会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在阿拉巴斯坦在线开发天后棒，甚至用出了连乌索普都不知道的一些功能。
打败妹死双手指。在空岛，为了保护被电弧的山治乌索普，拿出武器跟敌人战斗，机智的打败了求知试炼神官的手下。在最后时刻，跟路飞一起冲向艾尼路的人也是娜美。在司法岛，他清楚山治的软肋，于是接过山治的活去智斗卡利法。打败卡利法后，还把他衣服给撕了，以至于后来卡利法只能拿块破布先遮一下。钱和伙伴永远是伙伴重要，克服胆小的原因除了钱，更多的是想帮助伙伴的决心。所以对于保护罗宾，娜美也表现出了自己的决心。再说罗宾姐姐之前那个时候就付过钱了嘛。在路飞被克利架撑到厌食的时候，娜美的信心和降雨让他这个金牌辅助拿了 MVP。在鬼岛，即便是挨了沃尔提的头锤，也坚信路飞会成为海贼王。后面补到了沃尔提，算是出了一口气。娜美这一路上的对手大多都是比他实力强很多的，不过小贼猫的古灵精怪、聪明智慧名不虚传，基本上都是巧取对手。甚至对付大妈这种4皇级别的，娜美也能从他手里拐过来宙斯。打不过承认，但这波不亏是原则。因为自己经历过被奴役的日子，所以他想救庞克哈萨德的孩子们。而面对慎平的道歉，娜美也能坦然和释怀。活泼好动，有些霸道的精神小妹，这本就是娜美的性格，加上善良、努力、机智的内在和多少让人迷糊的外在，这样的娜美又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呢？对草帽一伙的称呼，草帽一伙这一路上遇到过许多人和团体，很多人对他们也有不同的别致的称呼，也包括一些伙伴在过渡期不是很熟的时候对他们的临时称呼。其中迪巴鲁的骑士团众人对路飞的称呼是草帽小子，这个很正常。对娜美的称呼是汝窑小姐，不得不说这个外号真的是很皮了。叫山治少东家，叫索隆剑士，叫弗兰奇为内裤小哥。乔巴出奇的被人称呼为小驯鹿，这帮人居然知道乔巴是鹿。通常来说，见面就管乔巴叫狸猫才是常规操作。众所周知，罗叫草帽一伙，甚至叫其他一些人都有一个固定格式，某某当家的。罗他也有称呼别人特征的习惯，比如管乌索普叫鼻子当家的，叫过乔巴狸猫当家的，他俩显然对这个称呼并不满意。弗兰奇是机器人当家的，布鲁克是骨头当家的。索隆的形象在别人眼里就比较多元化，帮人家带孩子的时候被称呼为西兰花头。在小冯的口中，索隆叫小肚兜，外号的由来是索隆标志性的腰封。微微叫他 Mr. 武士道，还有外界一直称他为海贼猎人。山治围绕绿藻头给他起的外号更是不胜枚举了。罗宾刚上船那会儿就显得很神秘，称呼别人也显得小心翼翼，大多是以职业为主，船长先生、航海士小姐、厨师先生、剑士先生什么的。但唯独乌索普不一样，乌索普是长鼻子君。随着时间长了，开始叫路飞的名字了。司法岛之后就开始正常叫伙伴们的名字，到后来罗宾甚至都跟着路飞叫别人的外号了，比如特拉南和卷心菜，也不乏创造了菠萝头、小鸡君这种称呼。弗兰奇在过渡期那会儿可没罗宾那么拘谨，叫娜美大姐头，山治是亮眉小哥，乌索普是长鼻子，乔巴是鹿怪人、鹿猩猩，索隆剑客。弗兰奇唯独叫罗宾是喊名字的，几乎都是尼可罗宾。即便他正式加入后，在恐怖3维帆船期间还叫过路飞草帽小子，在香波地一直叫娜美丫头。海军海贼提及到路飞的次数最多，但大多离不开草帽和蒙奇家族元素。很多人口中的草帽小子，小冯这里的小草帽，小伊万叫草帽男孩，跟卡普和龙祖孙绑定系列的称呼等等等等。不过也有下棋叫他小蒙奇，可以理解是小猴子，和经常有人称呼他是猴子这种叫法，毕竟名字里就有一个 monkey。 乔巴就有点惨了，大多数人对他的称呼基本上万变不离狸猫，轻质张口就来的狸猫，众人眼中会说话的狸猫，长得像驯鹿的狸猫，这个还是路飞亲口说的。和之国众人口中的狸猫先生、狸猫医生、狸猫阁下，空岛小女孩眼里的小狸猫，G5海军惊呼的大狸猫等等。尽管乔巴每遇到一次就要不厌其烦的强烈解释，但相比他还不够印刷成本的悬赏金，这个狸猫的称呼恐怕是更难摆脱了。娜美是个有钱人，娜美的有钱人属性不是说有多么腰缠万贯，而是精打细算的本领和各种赚钱的办法，那简直是花样百出。主要是作为草帽团的老婆大人，掌管着财政大权和大家日常零用钱的分配大权。草帽团的航海士兼会计，早在东海混的时候，娜美就有了小贼猫的绰号，偷拐抢骗的手艺算是绝活，靠勤劳的双手发家致富，其实是专门偷海贼的东西。当然娜美的目的，这是想从阿龙手里赎回大家的村子，迫不得已而为之，当起了女街溜子，然后用8年时间凑够了1亿贝利。要知道1亿贝利2年后可以等价交换100万只乔巴，那得是一个村都是堆积如山的乔巴，光是想想这已经是一笔巨款了。更何况娜美还是个小女生的时候，就能有快速增长的财富，
属于名副其实的富婆了。不过最后阿龙勾结老鼠上校，把娜美的钱给骗走了，弄哭了王路飞的航海士，被路飞连人带家一起给干废了。老鼠上校也被打成了耗子尾汁。正式加入草帽一伙的娜美还是没落下精湛的手艺，在上船之前把村里人的钱包啥的都给顺走了，启动资金这是妥妥的有了。如果只是这样，那还算不上有钱人，用钱生钱才是赚大钱的精髓。于是在罗格镇，精明的娜美就看到了索隆想买刀的这个商机，就提出要给身无分文的索隆放10万贝利的贷款，而且是高利贷，算上本金加利息要还3倍。尽管索隆凭实力白嫖了2把刀，但是娜美还是没有忘记这件事。索隆说明明10万贝利一分不少的给你了呀，娜美表示是男人就要遵守约定啊，其实不还利息也可以，那必须得娜美说什么就去做什么，只能2选1，逼得索隆哑口无言，只能按吩咐去做。不得不说，娜美这笔买卖一分不少，还多了个能使唤的人，这波不亏。除了靠手艺和放贷，还需要靠头脑和气势。后来草帽一伙在空岛上捞来了几包黄金下来嘛，在水之都准备换成贝利。老板呢看着这几个人呆头呆脑的，给出了1亿贝利的收购价，就这都把路飞和乌索普高兴坏了，开始考虑这钱该怎么花了。娜美不愧是老江湖啊，这东西值多少钱他能不知道吗？老忽悠都忽悠不住他，一脚就砸桌子上了。1. 我这儿有一个1亿的悬赏犯。2. 拒绝接受这个鉴定。3. 再敢胡说八道，脑袋搬家。3句话把估值直接抬到了3亿贝利，直接暴发户啊！娜美还可以靠天生的优势赚钱，那就是卖福利。在阿拉巴斯坦澡堂，一帮人趴那儿偷看娜美微微洗澡，然后娜美并没有一丝恐慌，开价一个人看一次10万贝利，那招幸福之拳直接就放倒了包括路飞和乔巴在内的所有人。除了这些，娜美还不会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去托特兰的途中，因为没有了山治，没办法，娜美提出自己要去做饭，但是每个人要付5000贝利。路飞、布鲁克、乔巴赶紧阻拦，这一顿饭就能干光零用钱，太狠了，太狠了。作为船上最有钱的人，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买衣服，也是娜美必须要做的事情之一。每次都会买一大包衣服，而且还是个讲价高手，因此娜美也是船上衣服最多的人，处处体现着小富婆的气质。所以小贼猫、小富婆，娜美走到哪儿都注定不会缺钱花。娜美的3色霸气和6式体术。娜美可以说是海贼王里最低调的人，因为这种精通3色霸气加6式的强者居然混在胆小组里面。那么就首先来看看娜美的3色霸气强到什么程度。见闻色霸气，在娜美这里也叫见钱色霸气。娜美对钱的敏锐程度不输于路飞闻到肉，索隆闻到酒，山治听到女人的呼救。普通见闻色发动的时候，眼睛会闪烁红色，而见钱色霸气，眼睛则是会变成贝利，并施加全套增益 buff。武装色霸气，虚假的铁拳卡普，真正的铁拳娜美。橡胶路飞、硬汉索隆、金刚狼山治，这3个怪物体质一旦沾到娜美的拳头便纷纷破防。相比之下，什么四皇、黄父、七武海都是弟弟。铁人弗兰奇一逼斗干出鼻血，骨头布鲁克也能打出肿包，这是什么级别的流英？霸王色霸气，霸王色在娜美这里也有另一种叫法，叫做幸福之拳，见者有份，一击必杀，光速清场。当然霸王色的话，略有实力的人可以免遭此劫，幸福之拳也差不多，主要是用于清场山治们。另外，娜美也已经完全掌握了霸残加流英的输出方式，因为在和之国浴室，娜美隔空击飞了山治，看样子山治受了严重的内伤，鼻血横流，倒地不起。除了3色霸气，6式体术，娜美更是样样精通。指枪，普通的指枪只会让对方感受到皮肉之苦，而娜美的指枪会直接给人心理上的创伤和压迫感。路飞、索隆面对 CP9 的指枪尚可挺住，但面对娜美的指枪，他们却毫无还手之力。除了这个，娜美的指枪还可以用来砍价，不得不说，这么强的招式用在普通人身上，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拦脚，娜美平时倒不怎么对其他人用这招，不过经常不懂就问的布鲁克是没少挨了娜美的拦脚。娜美的拦脚甚至成了布鲁克的专属，经常就是二话不说，一脚就甩过去，一击必杀，而且会配合霸气一起使用。指挥，使用者的身体可以像纸一样柔软，躲避攻击，是见闻色的初级用法。在恐怖3人帆船，娜美也是在双脚不移动的情况下，熟练躲避阿布萨罗姆的强吻，强吻如雨下，却能滴水不沾身，可见娜美当时的指挥实力已和见闻色无异。跃步，使用者利用脚力腾空，并可以在半空闪躲腾挪。同样是在恐怖3人帆船，娜美拽着乌索普躲避僵尸的追击。跃步一般是自己独用，娜美当时带了个乌索普，增加了体重，只能勉强用出走样的跃步，不过也可以和袋鼠僵尸 battle 一下，实属不易了。看来娜美其实也是精通跃步的。T， 使用者瞬移到对方面前，发动突然一击。在进入和之国的时候，因为路飞在船头肆意飙船，娜美曾对其使用过 T， 这招应该是娜美手拿把掐的。铁块，在鬼岛，润提说自己的头最硬，娜美第一个不服。面对润提的头锤，路飞被顶得翻白眼了，乌索普头骨粉碎性骨折，他俩都扛不住。然而娜美却结结实实的挨了润提的蓄力一击，而且还是加了武装色硬化的。娜美居然没有白眼，立刻就清醒了过来，完后还能挣扎。虽说6式学5式，铁块不要学，这是个送命技。不过以后只信卡普和娜美的铁块了，别人的铁块只能说没练到位。
看来路飞、索隆、山治、慎平四大主力为什么听娜美的？娜美为什么是船霸？海贼王为什么叫航海王？路飞为什么是海贼王的男人？一切都迎刃而解了。OK， 本期内容就这么多了，以上内容纯属当真，切勿娱乐。草帽团娜美搞钱的8种手段。草帽团早期一穷二白的时候，大多费用都用在了路飞的伙食费上，经济非常困难。不过就算这样，草帽一伙平时还能有点零花钱，绝对离不开娜美的搞钱和管钱能力。首先就是偷术，不用多说，这小贼猫的老本行，号称海贼专偷，小小年纪就从海贼手里累计偷到了1亿贝利，名副其实的小富婆。最后娜美离开村子的时候，把1亿贝利全数留给了村子重建，但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临走时娜美顺走了全村人的钱包，钱可能不多，但也能作为草帽一伙的启动资金了。2. 福利骗，单纯的骗术也许会容易识破，但娜美太会利用自身的优势了，往桌子上俯一下身子，再给对方挤眉弄个眼儿，这时候很多人就沦陷了，还以为自己得到了什么福利，结果娜美才是最大赢家。最开始骗巴基的3个小弟，3个大聪明本以为财色双收，结果被娜美给换家了，再来个航海式的天气预报，让3人血本无归。要没这卖拐的本事，小贼猫怎么能8年1亿贝利呢？3. 涨价的幸福之泉，阿拉巴斯坦浴室娜美一招幸福之泉，堪比霸王色，秒杀全场。只不过当时是明码标价，每人10万贝利，而2年后，随着娜美身上越来越有料，幸福之泉的价格也水涨船高，目前已经涨到了30万贝利起步。大多时候都是草帽团内部限定，不怕你现在没钱，从零花钱里面扣。4. 赌钱，一般跟娜美说到竞技类游戏，娜美都很蔫，但是只要说到有奖金，娜美可就不困了。威士忌山峰赌酒，娜美说人家是女孩子了，喝不多呢。管家说有10万贝利奖金，娜美说来。娜美火力全开，索隆喝到第10杯的时候，娜美已经第12杯了。长相和酒量不成正比，娜美平时也不怎么打牌，但是不打并不代表不会，只要玩钱，娜美瞬间化身赌王。5. 高利贷，索隆这种人为什么会听娜美的？还不是因为一开始借了娜美的钱塞进去了，借10万还30万，1分没用也得还，暂时没钱可以，那就给娜美当牛做马。早期的索隆只能是听从娜美的指挥，脏活累活索隆都干，差点给索隆逼疯。2年后，按说欠的钱早就从索隆的零花钱里面扣完了，但索隆还会下意识的娜美让干啥就干啥，看来这种命令已经是刻进了索隆的 DNA 里。娜美一下命令，索隆的身体就不听自己使唤了。6. 砍价，每到一个地方，娜美都会买一大堆衣服，当然这里面除了自己的，也包括大家的休闲装。一般来说，这种消费力度早就入不敷出了，可娜美跟店家直接就是往1折上面砍。愚人岛帕帕古为了报恩，答应娜美他们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免费送。帕帕古肯定是想着诚意到了就行，就算给很多，谦逊的草帽团肯定也不会要。结果娜美他们就把人家的店给搬空了。帕帕古还是大意了，他们可是海贼啊，店主答应可以抢劫，那不要白不要。7. 谈判，娜美的谈判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威胁。在跟管家谈判保护薇薇公主的时候，娜美坐地起价，开价10亿贝利。娜美自己一人肯定接不了这活，但娜美当时可以靠高利贷调用索隆干活，真是拿捏的恰到好处。不过阿拉巴斯坦结束后，娜美并没有要这10亿贝利。在死亡尽头的冒险中，娜美向酒吧老板询问在此地赚钱的办法。娜美的话语虽然尽显可怜之意，可字里行间透露着我们是一伙穷凶极恶的海贼，要么说要么死。这个时候，路飞、索隆他们也都默契地站在了娜美的身后。在水之都也是跟典当行老板说，我身边有个悬赏1亿贝利的海贼，你看着办吧。这一点娜美也是把己方优势运用的炉火纯青了。8. 收刮民脂民膏，草帽一伙平时的零花钱都是娜美掌管和分配。在水之都的最后，路飞用1亿贝利开了宴会，完事儿还有脸跟娜美要零花钱，娜美上去邦邦就2拳。估计路飞此后一辈子都领不到满额的零花钱了，买水水糖的钱也是借了乔巴的。在山治缺席的时候，娜美去做饭，但是一个人要付给娜美5000贝利，被吐槽零花钱一下就没了呀。后来路飞强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做饭，算了，还是交5000贝利吧。娜美做饭要钱，路飞做饭要命啊。所以虽然娜美平时会掉钱眼里，不过就说草帽团这群人，尤其是路飞，对钱没有什么概念。照着一场宴会1亿贝利这个标准，路飞把自己当了，他也不够他生活费的。说实话，这个船上没有娜美是真不行。草帽团被哪些奸商给忽悠过？草帽团这一路上遇到过很多人，或许和善的气质也让很多人觉得他们很好忽悠。在罗格镇的时候，草帽一伙就遇到了不少奸商。第一个就是一家宝物店的老板，他上来就给乌索普推荐了一款手枪，据老板说这是海贼王罗杰的遗物之一。罗杰有掉落的装备那不奇怪，但是这把枪的造型和配色越看越跟开玩笑似的。他要说这是罗杰小时候玩过的枪，那可信度还高一些，而且看起来还是个残次品。但是乌索普可是忽悠界的专业人士了，他怎么有点心动了？还真是一个敢说一个敢信。紧接着索隆也遇到了奸商，一开始想忽悠索隆的武器店老板一本松，索隆不了解刀的行情，可老板识货呀，提出拿20万贝利收购索隆的河道一文字，一直加码到80万，这可是大快刀21弓，双月更三郎的杰作，就算是个高仿也不止这个价，这不是欺负索隆老实人吗？直到达斯奇进来爆出了真实的行情，起码1000万贝利，在索隆手里更是有市无价，把奸商的套路搅黄了。
不过一本松也是被索隆的气场所折服，临走时3袋鬼车和血走都一并送上，都没有收钱。之后索隆扬名四海后，还把索隆的照片裱在了浴室里，作为一种无上的荣耀。毕竟未来世界第一大剑豪手里拿的可是自己店里的刀啊。另外索隆比较惨，不光是被别人忽悠，还被自己人忽悠。娜美本身就是个大忽悠，索隆回去之后被欠上了娜美的高利贷。阿拉巴斯坦的金苹果1000贝利一个，1口提神醒脑，2口永不疲劳，3口长生不老。途经这里的艾斯先遇到的这个大忽悠，艾斯的回应也很帅，我对活个上千年没有兴趣，活好今天就行。老板懵逼了，是我的话术不对吗？不是，是因为没有遇到憨憨。这不俩憨憨来了，乔巴乌索普听完兴高采烈，马上就要买了，但很快娜美及时阻止，忽悠你接着忽悠。娜美多精啊！一旁的索隆可能是被忽悠多了，防骗意识已然觉醒，拉开真实的面纱，一位炼金术士正在辛苦的忙碌，原来这都是吃完倒沫子的科技与狠活呀。水之都的典当行，这里也是娜美的高光时刻。都知道鉴定师一开始给他们开的是1亿贝利的黄金收购价，看路飞乌索普的反应，感觉就算开1000万贝利，他俩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了。可是这个大忽悠万万没想到，自己骗到同行头上来了。娜美从小就跟钱打交道，还能掂量不出黄金的价值吗？一波和谐的谈判后，鉴定师改口3亿，这船上没有娜美真不行。路飞、乔巴、乌索普，他仨塑料段位的，真的是属于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那种。虽然娜美是属于王者段位，但娜美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曾经草帽一伙遇到一个推销员，他那里真是啥都有，还给罗宾推荐过能美白的肥皂。不过他看想要买些绘图纸的娜美像是个小富婆，就想狠狠地敲一笔。这些纸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天花乱坠不知道，但娜美直接来了句多少钱都照付。此话一出，全船震惊，这不次于娜美送罗拉财宝那一次。推销员这一打纸开价居然高达4800万贝利，你干脆明抢吧。虽然娜美依然开启砍价模式，从1000万砍到了100万，不过娜美什么时候这么好骗了？此时山治站了出来，巧妙化解，二话不说把路飞给绑了，说要交给海军换悬赏，那样还能余下来不少钱。没错，看来这就是船长的正确用法了。对比这些大忽悠，想必大家更加同情明哥这样的诚信为本的商人了，因为明哥居然把真的烧烧果实放在了竞技场。虽然说明哥起初信任迪亚曼蒂能掌控全局的，但他就算放个假的，那其实也不影响他的全盘计划。钓个鱼放血本，明哥还真是童叟无欺啊。明哥走了，这个世界突然少了几分信任。被搭讪的娜美与罗宾。娜美、罗宾作为草帽团的2大团花，走到哪里都免不了被人搭讪。相比之下，娜美被搭讪的次数比罗宾多很多，因为这方面娜美太会了，她可以利用这个捞点好处。在动漫和漫画中，娜美的登场方式虽然不一样，但一样的是，娜美都在通过被人搭讪而忽悠财宝，而且都顺利得手了。后来山治看到了娜美，仿佛是看到了一生的答案。山治不愧是老手，上来就一顿花里胡哨，看到索隆、路飞在那尬得抠脚，因为这是他俩一辈子都学不来的东西。不过什么都不如答应给娜美免单来的实在，终于是深得娜美的欢心。此后娜美又被海军大将青雉搭讪，被青雉称之为令人神魂颠倒的小姐，还问今晚有空吗？看青雉这张口就来的话语，洒脱自然的神情，一看也是个老手了。在水之都，娜美、罗宾被双双搭讪，娜美当时被一个大叔邀请共进晚餐，很快大叔被他老婆拽进去打了一顿，据说这是当地人太过热情的一种表现。罗宾则是被几个星星眼的人拦住，被评价方圆100里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乔巴来了句神吐槽，这里好多山治啊，而山治本人已经变成了护花使者，谁敢搭讪船上的女生，怒气值瞬间爆满。阿布萨罗姆那种不能算搭讪了，纯属是跳过了铺垫环节，靠着隐形果实逮住娜美、罗宾一顿占便宜，最后被各种 buff 叠满的山治暴打一顿。而阿布并没有善罢甘休，后来依旧抓住娜美想要亲亲，不仅逼出了娜美的见闻色，还被娜美喂了小飞棍。小飞棍来哦！2年后，娜美长发及腰，整个人变化很大，初回香波地就被人给调戏了，正是假草帽团的假路飞，让娜美来身边陪酒，而且这个假路飞的声音还是山治的。娜美也很横，连拒绝带蔑视一起还给了对方。话说这个假帽团一点都不专业啊，居然连娜美都认不出来，毕竟娜美的妩媚悬赏令在大海上还是挺出名的，阿健口中的征婚照嘛。因为这个还引起了多起对娜美的骚扰事件，前有阿布萨罗姆，后有文斯莫克永志，再加上那个天天对娜美悬赏令犯花痴的海军超新星泽帕。除了这种直截了当的，还有像警卫门这种蔫坏的，嘴上吐槽娜美的穿着，心里可是喜欢的不得了，竟敢眉飞色舞，让护花使者山治非常不爽。在和之国，警卫门忽悠娜美，在我们这儿女忍者就是这样穿搭的，但是看到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忍，才知道警卫门这家伙真的坏得很。罗宾被人搭讪的次数虽然不如娜美多，因为2人走的路线不一样，罗宾属于生人勿近的感觉，但罗宾要真的开放起来，还要啥自行车？这不比花魁香，把黑炭大蛇迷惑的心驰神往的。在和之国，罗宾受当地人的欢迎程度似乎比娜美高，毕竟罗宾化身艺妓真的绝美。在鬼岛会场里，暗黑时髦打扮的罗宾被一个小喽啰给搭讪了，随后被罗宾一个手刀给打晕了。一旁的盛平吐槽罗宾是个可怕的女人。在花之都的混浴澡堂里，
娜美、罗宾也便宜了这帮围观的人了。在这里还有个重点，就是池子里有一个透气的竹筒。没错，当时山治就藏在这水池里面。可以说尾田的恶趣味依旧稳定发力。好了，本期内容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留个赞，为素材果实觉醒充能 ，Thank you。索隆再也不想提及的几件事。首先，索隆很害怕娜美提还钱这件事儿。最开始的索隆并不是很服娜美管，甚至跃跃欲试，直到索隆在娜美这里背上了连本带利30万贝利的高利贷债务。只要娜美一提，索隆就头皮发麻。娜美当然知道索隆当时还不起，但娜美的目的本就是想抓住老实人索隆的把柄，所以娜美让索隆去保护薇薇，索隆就无奈屁颠屁颠的去了。后来到了阿拉巴斯坦，索隆就因为吐槽了娜美一句，娜美又提起了借钱的档子事儿，并且直接又是涨到了40万贝利。索隆虽然不想提这事儿，但他嘴不过娜美，还想找乌索普帮忙来评理。反正早期娜美催债催了一路，索隆每次都是低三下四的乖乖去办事儿，可谓是论如何驯服索隆，娜美最在行。第二，索隆自己绝对不会提及在司法岛那会儿帮人家带娃的窘态。当奶爸对舞刀弄剑的索隆来说，真是个苦差事。就这样还好说，但索隆很怕遇到伙伴，可怕什么来什么。遇到这种事的时候，总是会觉得世界很小。最后，带娃猛男索隆还是被罗宾看到了，并调侃索隆倒是和奶爸形象很般配。罗宾答应不把这件事说出去。作为船上唯一知情者的罗宾，也算是有索隆的一个不愿被提及的把柄。那罗宾只需要一个眼神就可以让索隆闭嘴，也不是没有道理。第三，不愿被提及自己中了消极幽灵的事情。在恐怖岛，索隆就因为这件事情被山治和三头犬无情嘲笑，气得索隆不行，冤家路窄。索隆后来又落在佩罗娜的手上了，这一次更是至暗时刻，被佩罗娜包成库马西。佩罗娜逼迫索隆当自己的玩具和仆人，索隆不听话，就连吃了几个消极幽灵，所以索隆自己被包成熊，给佩罗娜下跪，叫他主人。这属于索隆想都不想回忆的黑历史，更是打死都不会说的事情。第四，水之都卡在烟囱里，这件事对索隆来说也是相当丢人的。当时索隆并不想说，不过乔巴直接就一本正经的抖了出来，索隆因此受到了路飞的调侃。那一秒，索隆是想掐死乔巴的。第五，索隆不愿别人管他叫路痴，但索隆的确是个路痴，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路痴。比如索隆在和之国骑在狗上都能迷路，他自己丢了，索隆却认为是狗迷路了。娜美的无敌好闺蜜乌索普，对于船上的2位女士来说，平时男生们算比较皮的，有日复一日沙雕的，隔三差五犯花痴的，3天2头看胖子的，一天到晚打瞌睡，甚至还跃跃欲试想反抗的。虽然乌索普也很皮，但却总能和娜美玩到一块去，保持着如同好姐妹一样的关系，堪称是娜美的好闺蜜。毕竟成为好闺蜜的第一准则就是性格啥的一定要合得来，危难关头呢还可以抱团取暖。乌索普和娜美作为胆小3人组成员，自然而然是最合得来的一对儿。其实早在大家进入伟大航路遇到一本正经的怪老头库洛卡斯的时候，娜美乌索普就被其吓得差点合2为1了，早早奠定了好闺蜜的基础。后来乌索普为好闺蜜发明了天后棒，并不断加以改造，成了娜美爱不释手的武器。所以乌索普的皮并不次于3大主力，然而挨娜美揍的次数却远远少于他们。而且这俩非常胆小的人还经常被迫一起出去打野，一个 AD 一个法师辅助，全是脆皮，进了野区一旦被切了后排，就只能秉承着打不过撒腿就跑的原则。闺蜜当久了，连逃跑的样子都是同款，尤其是在恐怖3维船，这俩人外加一个乔巴，不是在逃跑就是在准备逃跑。最重要的是，闺蜜之间有些东西是会传染，不能登岛的病原本是乌索普独有的，结果后来娜美也得上了，反正就是各种借口不登岛，果然是好闺蜜，即便吓死也得死在一起。还有其他人呢，都是争论谁更强，而乌索普和娜美日常比弱也是没谁了。为了抢甘福尔给的救命哨子，一个说自己是弱弱他妈给弱弱开门，弱到家了，一个呢说自己是弱弱他妈给弱弱吃炮弹，弱爆了。旁边的罗宾都不禁吐槽，你们争论的内容还真挺特别呀。当然是好闺蜜就要保持统一战线，什么褒贬大作战，抓住分槽头，一夸就上天，一骂就沮丧的特点。好闺蜜默契配合，一个喷她一个夸她。原来这就是一边被消极果实消极，一边被鼓舞果实鼓舞的效果。一旦路飞开始犯傻劲的时候，娜美和乌索普就会联合起来教训路飞，逮住路飞就是毫不留情的一顿痛扁。日常教训路飞也是好闺蜜维系亲密关系的重要纽带。好闺蜜要怂一起怂，要刚一起刚，在娜美和乌索普这里那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了。不过乌索普2年重聚时声称自己已经从胆小组毕业了，但是作为闺蜜的娜美还没毕业，闺蜜之间又会相互传染，
所以这才刚刚离开香波地，这俩人一如既往的被罗宾三言两语就给差点吓尿。娜美这是又把乌索普给重新拉回单小组了。之前看着乌索普脸有点脏，2年后的娜美还主动帮乌索普涂洗面奶，后面也是乌索普第一个认出旺达穿的就是娜美的衣服，还以为娜美出什么事儿了，让这个闺蜜很担心。总之这一对闺蜜组是又怂又可爱，也堪称是极品了。海贼王里的5大错觉。1. 黑胡子被秒。一直以来黑胡子给人的印象并不是很强，因为黑胡子其实是吃了秒秒果实的被秒人，他闪亮登场后准备大展拳脚时都会被人家先锤一顿。别人家的4皇是天空开裂，黑胡子是我先列为敬，在巴拿罗岛被艾斯烧烤，在推进城被麦哲伦洗澡，在马林凡多先是被战国拍得直不起腰，后被白胡子打得狼狈求饶，直到之前和罗交手也挨了一下子罗刺穿大妈的那一招，又给黑胡子干吐血了。你就感觉这也太菜了吧？没错，连范奥卡都吐槽他老大迷之操作。但是呢，黑胡子就是不残血不会玩，调整好状态后，这才跟罗拉开架势打起来了，跟和艾斯那次如出一辙。黑胡子每次都这样，当然他也确实挺肉，在承受加倍疼痛下扛下这么多伤害，还能没有障碍的操作，所以黑胡子上来就让人家给秒，见怪不怪，可以理解为黑胡子习惯性牙龈出血。2. 路飞的白眼。和之国路飞喜提白眼王的新称号，路飞之前并不会很频繁的翻白眼，只是在和之国可能是被凯多的雷鸣八卦给敲出后遗症了。说路飞脆吧，凯多的棒子都快敲断了，爬起来依旧活蹦乱跳。说路飞肉吧，阿普随便一下子就把路飞炸得翻白眼了，就因这一下子，当时阿普直接就变普皇了，然后又挨了润提的一记头锤，又给打出白眼了。在鬼岛和凯多正面较量的时候，先是4档对凯多狂轰滥炸，此回合以路飞白眼结束，然后路飞爬起来，凯多用出降3式引奈落，此回合以路飞白眼结束，然后路飞爬起来说凯多就交给我吧，此回合以路飞白眼结束，然后路飞爬起来，凯多用出刨雷八卦，战局被 CP0 干扰，此回合以路飞白眼结束。因为本局集齐7个白眼碎片就可以觉醒尼卡形态，逆天改命。虽然路飞达成了此项成就，但尼卡路飞一样会被打得晕头转向。不过尼卡的每次心跳都可以给路飞带来满血的生机，所以以后再也不相信路飞的习惯性白眼了。路飞是越翻白眼越强大。3. 铁块无敌。与其说铁块是一种技能，铁块更像是一种临终遗言，最大的作用就是能让自己体面的下线。其实铁块初登场的时候确实展现了硬度，挡路飞的踢击的时候轻轻松松，挡山治的时候就有点痛苦面具了。随着版本的快速迭代，草帽团迎来了全方位的加强，但是那帮人依然信奉铁块为版本之神。面对升级后的草帽团，我们可以看到有人用铁块；当在霸气高手扎堆的新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有人用铁块；当版本之子霸禅的用法更新后，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有人用铁块。各式各样的技能不知更新了多少，但铁块依然是那个铁块。流水的版本铁打的铁块，这个时代名为铁块。4. 乌索普净吹牛批。乌索普刚登场的时候确实是要实力会吹牛，要长相会吹牛，干啥啥不行，吹牛第1名。但从吹牛大王到预言家，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乌索普当年逗可雅小姐开心的那些小笑话，用逗猫棒逗巨猫出现在左屋，巨大的金鱼出现在小花园，8000部下出现在德岛，地狱3头犬出现在恐怖3人帆船，凶猛且能变身的鼹鼠出现在阿拉巴斯坦，巨大秃鹫出现在乔巴2年修行的岛上，传说中的小人族出现在德岛。乌索普指着路飞的首次悬赏令说，这3000万是在悬赏我的后脑勺。后来乌索普小号狙击王真的是刚刚好被悬赏3000万，且是戴着面具，这么说还真是悬赏的是乌索普的后脑勺。美女剑豪带着肉来了，路飞在德岛遇到了请客吃饭的性感剑士雷贝卡，以后再也不相信乌索普吹牛批了。哦不，应该说是以后只信乌索普的预言。5. 世界政府在和之国有大动作。在鬼岛两方势力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CP0 3个人在棋牌室里泰然自若，在那儿摆棋儿。由于 CP0 之前并没有展示什么实力，而且行踪诡秘，造型奇特，又是天龙人身边的御前侍卫，总不能是白给吧。再加上世界政府要插手的动机经常穿插其中，五老星坐立不安什么的都渲染到位了，就感觉他们等着摇人最后堵门呢。草帽团不死也得蜕层皮，结果确实蜕皮了，但蜕了层皮的是海军大将绿牛。小小桃之助横刀立马阻击了绿牛之后，红发远程操作将其吓退，海军无功而返。路飞他们几个在远处看戏，那可太嘲讽了。再说这个 CP0 还想着抢罗宾呢，2打2德雷克阿普都费劲，还让阿普给跑了。虽说小队长尽职敬业，姨母给发多少工资啊？这是居然敢搅和2个4皇的战斗。此时正在海军本部喝茶的黄猿笑了，这不傻子行为吗？这不铁块一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直到现在都没有见到小队长人在哪儿。看来世界政府这边最后还得是靠姨母。以上这些堪称海贼里的5大错觉。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点个赞为素材果觉醒充能 ，Thank you。海贼王中的大器晚成，20岁还不会霸气，这正常吗？这太正常了，这种事别急，慢慢来。海贼王里有些人20、10几岁、几岁
甚至像卡二这种刚出生就开挂的。但相比之下，也不乏有40岁左右才崭露头角的人，可谓厚积薄发，一飞冲天。怪僧乌尔基2年前以45岁的年龄成为最年长的超新星，赏金短时间到达1亿800万贝利，刚刚够超新星的赏金标准。直到在路飞到达万国的前一段时间，怪僧进入大妈的领地，一顿 solo 将原甜点4将星的斯纳格打败，完事儿大妈就把斯纳格除名了，可谓是把4将星打成3将星的超新星。怪僧还在克利加的复仇大军的围堵中成功逃走。打败将星这事儿他比路飞还早，斯纳格这哥们儿赏金6亿贝利，并不低。虽然有人的赏金定价确实是依靠了身上的什么贵重物品，杰克的身份证号码是123456776543221，但贵怎么也有贵的价值，大看板将星里面最弱的那个至少还是有点东西的。所以怪僧这个操作确实挺爆冷的，出名晚，超新星赏金吊车尾，但不妨碍怪僧的大器晚成。39岁的巴基这个年纪不算很大，但巴基是跟罗杰混过，跟红发一起玩大的，虽然有这个底子，但2年前37岁的巴基顶多算是有点来头的街溜子，和同岁且同一起跑线的香克斯差太远了，和猫腹蛇犬蓝也没法比，还被新手村路飞给打飞了。当然巴基37岁还没成的原因，他本人是觉得红发必须负全责，但巴基证明了自己大器迟早都会成。顶上战争前后那些骚操作，巴基可谓名利双收，跟各路大佬 say hello， 获得约翰宝藏，开直播，不给红发面子，怼白胡子，躲3大将，救出路飞，通常能完成其中一个就不得了了。巴基是每个能封神的细节都拿捏了，战后出任七武海，开大公司，大神之名一直流传于江湖。藤虎绿牛，绿牛应该还年轻一些，藤虎50多岁通过世界征兵当上大将，之前可能是一个民间高手，或者是经常装怂和扮猪吃虎的赌场常客吧。看似大器晚成的黑胡子，但黑胡子才40岁，这个年纪就能爬到4皇这个位置，并不算大器晚成，甚至还很早。毕竟最年轻的4皇红发香克斯33岁当4皇，现年39岁，只比黑胡子小1岁。只是黑胡子比其他人能忍能憋，蛰伏的时间久，城府很深，他的起步时间比别人长得多。黑胡子具备大器晚成的属性，也就是以他的野心，等一个机会，甘愿等30-40年甚至更久。黑胡子38岁还只是个普通船员，12岁的黑胡子被白胡子收留，黑胡子等一个机会等了26年。如果那一次没等到自己心仪的果实，他还会一直等下去。但从街溜子到七武海再到4皇，只用了2年不到，从0赏金直接到22亿多赏金。他用捡漏和赌博的方式，后面几乎是跳过了人家要花10-20年沉淀实力的过程。所以海贼世界里年纪轻轻就开挂的有，但也不乏有以上这种在一生的人生轨迹中40-50岁之前都平平无奇或者怀才不遇，然后才渐入佳境。所以自己20岁还不会霸气正常吗？这太正常了。爱学习的学霸路飞，喜欢到处蹭课的路飞，边打边学习，边学习边晋级的习惯2年前就有了。当年克洛克老师手把手教他基础知识，打架找到敌方弱点会事半功倍。最后路飞悟到了，原来老沙被水碰到就会凝固实体，就可以打到他了。于是路飞最后用沾满血的拳头交了作业，老沙光荣下课。后来艾尼路老师又用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告诉路飞，你是一个绝对 bug 而且绝对绝缘的橡胶，雷电对你等同于按摩，所以放心大胆的去闯荡吧。之后路飞越战越勇，在下课前的最后时刻交了作业，还顺带敲响了下课铃。艾尼路老师光荣下课。后来在机关岛，拉切特用他的最终兵器超级象龟狠狠地压了路飞一下，因为压力，路飞无意中被压出了2档雏形，这是无意识的。之后看到了海上列车冒出的蒸汽，这个蒸汽机的原理，路飞或许想起了拉切特老师的点拨，茅塞顿开。在实战中，布鲁诺老师又让路飞悟到了 T 的诀窍，知识就是厚积薄发。司法岛开课没多久，路飞就让布鲁诺先回去歇着了。2年期间，路飞受到了师傅雷利的教导，掌握了关于使用霸气的技巧。但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很多东西还是要靠自己去悟的。所以路飞2年后，接着去更多专业课老师的课上蹭课。小明老师在路飞面前展示了超人系能力觉醒的操作，让路飞大开眼界。虽然现在路飞还没有像小明老师说的那种果实觉醒的迹象，但这无疑给天赋异禀的路飞指了条明路。之后路飞一定会回想起小明老师给他上的这堂非常超前的课。之后又遇到了高级见闻课的卡二老师，小子学不会高阶见闻色不准走哈，这是卡二内心的良苦用心。路飞反手打碎了教室的窗户，今天学不会老子不走了。这堂课路飞对见闻色的领悟确实突飞猛进，但相比卡二老师还是差一点，这需要一个过程。不过卡二最后对路飞同学的毅力和天赋也是由衷的赞赏，心满意足的下课了。高级见闻课学完了，高级武装课安排上，
即便被关在监狱，也一刻不停止学习，跟着鲍五郎老师学刘英。条件艰苦，那就地取材来练习；时间紧迫，那就从不停歇。高级见闻和武装都入门了，接下来大家都知道了，凯多老师已上线来教高级霸王色的使用方法了。被凯多敲了几棒子后，路飞终于顿悟了，霸王色也可以缠绕，而且伤害巨高，不传男不传女，只传有缘人。所以路飞让疲惫的索隆和罗先去歇一歇了，因为自己要开始专心听课了。想必黑胡子和红发已经急了，你们都教完了，我俩教什么？确实，留给他们能教的知识已经不多了。海贼王里的那些区别对待，在草帽团的日常生活中，在娜美面前，船上只有2类人，一类是罗宾本人，另一类是除罗宾之外的导弹组。所以娜美爆锤草帽团除罗宾以外的任何人，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至于慎平之后会不会挨揍，还有待观察。反而是没见过娜美锤罗宾，最多就是向罗宾抱怨几句。因为众所周知，平时路飞他们经常一起作啊、皮、风、浪、吵、睡、吃、闹、打、捣蛋，所以作为草帽团的生活管家，对待3天不打上船接瓦的除罗宾之外的这类人，只能是何以解气，唯有铁拳。说到铁拳，那不得不说到卡普。其实卡普老爷子在大多时候都是一视同仁的，别管是亲孙子、干孙子，还是中途混进来的小街溜子，那都是一律爱之铁拳伺候着。在战场上一拳锤飞巴吉斯，也能一拳把马尔科锤懵逼，让人琢磨不透卡普的一拳的上限究竟在哪儿。但是事实证明，拳头再硬心都会软，卡普居然被2档路飞一记孝孙拳给打下去了。卡普这操作就把马尔科给整不会了。马尔科心想，还有这么玩的？我被这老头打的都得缠绷带了，就因为不幸蒙齐呗，明显是区别对待呀。紧接着战国也不对劲儿了，打路飞的时候呢，最多就是把路飞勉强压漏气了，除了变小的副作用，还屁事儿没有。最初想着啊，战国是智将，实力或许都在脑子里，结果后面战国一人一掌一个冲击波，把黑胡子全团拍得头破血流，还让他们瞬间丧失反抗之力。这波操作也把黑胡子给整不会了，黑胡子就懵逼了，恨不得举报说，这一下和刚才打路飞那一下确定是出自一人之手，打路飞怎么不放冲击波呢？腿站酸了，手不能也酸了吧？这不是站在正义的制高点上打假拳吗？当然，要说最会区别对待的，肯定是当属巴托和女帝。打败明哥之后，巴托收集到了草帽团所有人的最新悬赏令，还细致地装饰了起来，并精心为路飞他们讲解赏金变化。其实巴托还收集到了罗的最新悬赏令，只不过把罗的悬赏令当废纸给扔了。而且面对罗和索隆的时候，虽然他2人说的是同一件事儿，但巴托只听索隆的。看来巴托属实是真正合格的小迷弟，把区别对待发挥到了极致。女帝也不相上下，在他眼里，全世界只有2类人，一类是路飞本人，一类就是其他人，爱谁谁。路飞饿了，女帝当牛做马，亲力亲为也要喂饱路飞。慎平呢，悄悄吃一个梨，结果被女帝厉声训斥，吃的太多了，吓得慎平还差点被一只梨给噎死。在巴托和女帝这2人面前，路飞也有区别于众人的满级美颜滤镜。不想当海贼王的七武海不是好狗仔，他是曾经敢和凯多一争高下的有志青年，也是顶上战争后被人堵在角落里围殴的原王下七武海，也是不屈不挠出海转行的艰辛狗仔。月光莫利亚，一个心酸而又值得同情的名字。蝇营果实能力者，原赏金3亿2千万贝利，比当时的巴索罗米熊还要高，只比明哥低2000万。在莫利亚成为七武海前的那个时候，这个价位已经很高了。不过之所以被人诟病是七武海之耻，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一切都要从24年前那个男人被公开处刑说起。26岁的莫利亚也在场，那个时候相貌长得清秀的相貌长得还算清晰的莫利亚也在台下露出阴森得意的坏笑。自信的莫利亚第2年就敢和刚刚入主和之国的凯多开团，结果被虐的只剩他一个光杆司令。从此莫利亚备受打击，意志消沉，疏于锻炼，过分依赖别人的力量。所以20年后的莫利亚除了果实能力，体术上无限接近于垃圾。当年被凯多打败后，他又盘踞在恐怖3维帆船，和霍古巴克组建了自己的僵尸军团，包括收藏并修复了体型巨大的运国奥兹。就在莫利亚的势力蒸蒸日上的时候，主角团来了。不过面对莫利亚的蝇营果实，路飞、索隆、山治、罗宾的影子被莫利亚夺取，还有早就被夺走影子的布鲁克，而他们也必须要在天亮前打败莫利亚。没有影子的他们，只要被阳光照射，本体就会灰飞烟灭。所以莫利亚成也影子，败也影子。蝇营果实间接造出来个梦魇路飞，梦魇路飞反手把奥兹打得头破血流，脊椎粉碎性骨折。莫利亚一看路飞能变梦魇路飞，那自己也能变牵影莫利亚，丧心病狂吸了1000个影子，但因为精神力属实拉胯，根本无法控制，被路飞催吐，打出来一半才好点，最终在阳光照射下来之前被路飞彻底击败，影归原主。
战后，莫利亚虽然丢了世界政府的脸，但大战在即，莫利亚被保留了七武海职位，参加了顶上战争。在这里，莫利亚嘲讽慎平，又用绝对实力证明了不作死就不会死，被慎平2招打吐了，被无情打脸。战后，世界政府卸磨杀莫利亚，直接就是以实力太垃圾为由，将其踢出七武海群聊，一点面子都不给。除名也就算了，还被奉命来灭口的明哥和机器熊围殴，后被会隐身的阿布萨罗姆救走。大事件后，莫利亚和阿布萨罗姆在海上流浪，并当起了狗仔。但是阿布萨罗姆后来不知道怎么地，被黑胡子一伙人抓住，生命卡信息上挂上享年2字，隐身果实能力被夺取。莫利亚的闪光点就是对部下还是重情重义的，不光是来到蜂巢找寻阿布萨，知道部下凶多吉少后，也并没有逃走，而是很愤怒，大不了干一架。即使他知道这里的老大是新四皇黑胡子。再有就是佩罗娜知道莫利亚的消息后，甘愿抛下鹰眼欧巴去找莫利亚。莫利亚要是对他不好，那傲娇的佩罗娜也没必要这么做。只不过现在莫利亚要是在别人手上还好说，可是他在黑胡子手上，以黑哥的作风，什么丧心病狂的事儿都能做出来。只要不喊招式名，就以为他们一直在平 A。在放技能的时候，炫酷动作特效拉满，再加上一句听起来极其悦耳霸气的招式名，比如路飞的狗摸狗摸挠，索隆的洗洗睡睡。不过还有这么一帮实力顶尖，一直都不喊招式名的人，甚至可能就是懒得想，所以一直感觉他们在平 A。比如鹰眼，从东海登场一刀把船砍成2半，到顶上战争上来就怼白胡子，之后又是一刀把冰山拦腰斩断。鹰眼惜字如金，一直秉承着说话不打架，打架不说话的习惯。2年后，徒弟索隆都学到了师傅鹰眼的精髓，遇事不慌，先砍船。而鹰眼却没有从索隆身上耳濡目染到7步成首诗，转身不认路的特质。而且这些不喊招式名的人，能极其娴熟的把大招的伤害用平 A 的手法打出去，极具迷惑性。像战国那看起来相当有视觉冲击力的果实能力，怎么着也得有个像什么大威天龙、大罗法罩、世尊地藏、般若诸佛之类的大招吧。哎，没有，一屁股坐下来，抬手一掌，二话不说，平 A 加 AOE， 附赠暴击和穿甲效果，把黑胡子全团那是给干的群吐血。黑胡子也懵逼了，这一掌是他妈平 A， 而且刚才打王路飞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呀。当然，同样懵逼的还有小马，被卡普突然的一记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拳给打到怀疑人生，小马只能无助的看着卡普。你要提前喊个招式名，我也不至于横冲直撞进去了。别看卡普正经打架的时候不喊招式名，不过还真有2招是有名有姓的，一招叫全骨陨石，就是人肉炮弹发射器，撵路飞的时候使用过。还有一招大名鼎鼎的爱之铁拳，专属适用人群艾斯、路飞、萨博。可能还有一招叫爱之拖鞋拍。白胡子每一次看起来都是平 A， 但是每一次属实都是大招级别的伤害，只要不喊招式名，清兵的那下是普攻，差点把马林凡多夷为平地的那下也是普攻。黑胡子面对白胡子自信心爆棚，吸了白胡子几次伤害就觉得天下无敌了，最后被白胡子一记真平 A 给砍翻在地。事实证明，皮肤和特效只能证明是氪金玩家，输赢还得看微操。除了这些，还有海贼王的右腕兼职镀魔工人的雷利，老黄的天丛云剑都拔出来了，雷利不玩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主要讲究一个实用。哦，要说目前不用吼也不平 A， 但最低调奢华有牌面，杀伤还很大的招式名，那一定是红发的。创业狠人黑胡子，要说海贼王里最像海贼的人，那一定是一心一意做海贼，见到四皇不后退，没事开个招聘会，次次豪赌都赌对的黑胡子。路飞虽然也是海贼，但除了人字拖草帽都是限定皮肤外，从头到尾换了10几套衣服，身上就没有多出来一件值钱的东西。黑胡子从创业初期一件看着不咋干净的白衬衫，到后来巴拿罗岛裤裆里塞珠宝，再到进推进城的时候，珠宝链子、小手串、满手戒指能穿1串，除了牙有点寒酸，看样子啥也不缺。但从头到尾，不管是跟尿布一样的白衬衫也好，还是后来华丽的海盗服也好，扣子从来系不上，因为肚皮太大。别人有海贼船，地奇大哥有海贼筏，像我这种不会游泳的，套个泳圈都不敢下泳池。人家带着筏队队长们勇闯伟大航路。老黑的人生3次创业豪赌，2年前把路飞甩得连车尾灯都看不见。第一次在白胡子船上演了20-30年，当萨奇拿出意外得到的暗暗果实后，黑胡子就露出了那残缺不齐的獠牙。老戏骨拿一辈子赌一颗果实，要没暗暗果实这回事，黑胡子也可能就在白胡子船上待一辈子了，一个字绝。第二回老黑就开始走火入魔了，扛着双倍承受的 buff， 硬吃麦哲伦大招，直接拿命赌溪流会不会来救。赌赢了团队壮大，手一挥进马林凡多，输了2眼一闭2腿一蹬驾鹤西归。当然不排除毒 Q 有解药，但这波操作已经骚到胡子里了。最后不仅赌赢了，还在推进城当了次 HR， 开了次招聘大会，距离上市公司又近了一步。第3次玩了个更大的，拿命和脸皮赌阵阵果实，这回是差点输了，被打得嗷嗷叫爹，差点原地爆炸，反手出了个老千力挽狂澜。除了被天上掉下来的战国砸了一下，大门一开，鸽子一放，正面一刚，亲爹一叫，老千一出，黑布一蒙，贼哈一笑，见好一收。最大的一次豪赌圆满收官，公司
司成功上市，老板身价22亿多，那叫玩威一个 good 白。